Hello，大家好，我係 Kristen。唔經唔覺，返工、旅行、shopping、社交常態喺近呢幾年，通通都翻天覆地。我哋以為嘅理所當然，原來都唔係必然。生活上面持續都經歷變化、失望同埋失去。一覺瞓醒，可能冇咗一份報紙，搭一程車，可能冇咗一條生命。人生原本就充斥住各種無可控制嘅意外。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叫做《尋找復原力》。復原力係指處理困境造成嘅心理傷口嘅能力。高嘅復原力唔代表唔會受傷，而係就算受傷會痛，都唔會唔理佢，或者係扮堅強，而係願意挖開個傷口，用時間去照料，等佢慢慢好返，再重新開始。希望今日大家可以用一個早午餐嘅時間，同我一齊逐步培養復原力。看見或者係覺察，意思即係有意識咁去了解事物嘅狀態，同埋造成呢一個狀態背後嘅原因。要培養復原力，首先要俾自己覺察到嘅係內心嘅情緒，開心、失落、興奮、痛苦、期待、挫折。我哋係咪可以輕易咁標籤邊一啲係好，邊一啲係壞？社會流行嘅正能量，令到人喺受到挫敗嘅時候，會逼自己講，換個角度諗啊，都唔係好差啫。久而久之，我哋好容易抗拒負面情緒，甚至會因為咁覺得羞恥。其實好小事啫，我點可以為咗咁小事就失落呢？但係唔同嘅情緒都係構成人生重要嘅組件。既然都咁重要，點解要分好壞呢？作者將我哋嘅身體比喻成遼闊嘅天空，而千變萬化嘅情緒就係唔同嘅氣候。前一刻晴空萬里，下一刻可以係烏雲密佈。你以為黑色暴雨會持續成日咩？諗太多啦。Lunch time 之前就已經落咗。情緒就好似氣候咁，出現總有原因。我哋作為天空，淨係需要去感受佢，睇到佢。記得當年 A Level 放榜日，我收到成績表嘅當下，發現有一個 F。其實事前呢都估到自己唔會攞超級好嘅成績㗎啦，但係估唔到連入大學基本要求都達唔到。喺屋企人面前，我好勉強咁樣笑，內心其實非常之難過。當時陪住我嘅屋企人主要有兩個聲音，一個係話你冇靜靜雞喊啊嘛，使乜喊啊，去外國讀咯。另一個就係話喊咪喊咯，喊完要食飯，食完飯先有力去揀跟住落嚟嘅路㗎。好慶幸當時我有聽到第二個聲音，肯定咗我嘅難過，賦予咗佢正當性，坦然接受嗰份情緒先可以出嚟放電。相反，如果我質疑自己嘅難過，將情緒咕一聲咁吞咗落去，冇處理到，可能好一段時間都會俾佢支配住，棘住咗，前進唔到。當然啦，喊只係覺察情緒嘅其中一種做法。我而家有時都會嘗試喺臨瞓之前抽5到10分鐘，回想返一整天令到我情緒波動嘅因果，俾每一種情緒都有正當性。你亦都可以揀其他方法去感受當日嘅情緒，再望住佢離開。我哋好習慣比較痛苦，以為同理心係有限嘅，分咗俾自己嘅同理心多咗，分俾其他人嘅就會減少。其實唔係，同理心唔係物件嚟㗎，
比自己同人哋嘅可以一樣咁多。不過我哋總係習慣對自己嘅情緒苛刻。世界上太多人經歷咗比自己更加不幸嘅事啊！我傷心係多餘嘅，我太玻璃心啦。以前我成日不自覺咁去同其他人比較，因為其他人都有煩惱，比較之下自己只係微不足道，覺得事情未去到好嚴重，咪屈喺心入面咯。的確，事情或者係有嚴重之分，但係情緒冇啊。無論大小，當刻嘅感受就係重要嘅，需要被睇到同埋正視。前嗰排，我嘅一位好朋友被迫經歷人生上巨大嘅改變，生活強迫佢繼續前進。有一次我哋一齊食飯，突然間我有情緒湧咗上嚟，忍唔住開口同佢講。我一邊講，其實心裏面一邊怪責緊自己。佢明明已經要面對好多好多嘢，點解我仲係將自己微不足道嘅煩惱加諸於佢身上呢？但係其實我講出嚟唔係想尋求解決嘅方法㗎，淨係想要一個空間俾我嘅情緒可以得到見證。之後我哋兩個傾到呢個話題，先知道原來佢都會同其他人嘅煩惱去比較，但係就好樂意聽朋友去傾訴。要記住，每一種情緒都係真實嘅，同事情大小無關，都值得擁有一個空間。大家有冇睇過羅生門？呢個詞語而家往往用嚟形容同一件事入面每個人嘅說法都唔同嘅情況。除咗冇處理到嘅情緒，我哋大腦作嘅故仔都會阻礙我哋復原前進。對於大腦嚟講，最緊要嘅係安全。當超出我哋預期嘅事情發生，喺欠缺全面資訊嘅狀態之下，大腦嘅安全警報就會響起，開始 FF 去填補空缺，為件事腦補出合理嘅解釋。最慘嘅係，我哋會以為呢啲 FF 就係事實，為咗幻想出嚟所謂嘅事實而苦惱。之前另一半轉新工，因為工作內容同埋人事關係令佢壓力好大，每日返工都好焦慮。某一次我哋出街嘅時候，我同佢講，有咩都可以同我講㗎，我會陪住你。點知佢心不在焉咁回我講話，唔使啦。聽到呢句，我腦入面第一個反應就係，你咩意思啊？跟住我大腦劇場就開始運轉啦。係咪話你唔再需要我？我唔可以分擔你嘅苦惱啊？你唔使我陪，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啊？我係咪仲係你女朋友啊？為咗呢一啲腦補情節而耿耿於懷，但係其實現實裏面，對方有好多行為都可以否定我嘅呢一啲諗法。咁樣提住自己，苦惱終於都消散，我亦都冇再想深究嗰句說話嘅意思。到我而家寫呢一篇稿嘅時候，男友睇到之後笑我傻，佢話當時只係單純唔想傳染負能量俾我，兩個人簡單出去約會放鬆一下就夠啦。覺察大腦小劇場，就唔會好輕易將 FF 當做真實，自尋煩惱。最直接嘅做法就係一有呢啲諗法嘅時候，就同對方講，而家我嘅大腦 FF 緊咁樣嘅一個故事，避免將呢啲諗法直接講出嚟，變成咗指控，又可以等對方當場拆穿你呢啲腦補。其次就喺現實裏面揾證據否定呢一啲腦補。現實裏面對方有好多行為都可以否定呢啲諗法。挫敗係我哋一生中要面對最多嘅情緒，失敗嘅感覺絕對唔好受。面對失敗，往往會有我就係咁噶啦，我就係唔擅長呢啲事嘅頹廢心態。久而久之，
就會好驚去作出新嘗試，驚失敗。但係失敗唔係結果，重點係透過睇到失敗，去令到自己復原，然後喺失敗當中重嚟一次。以成長心態看待失敗嘅人，就係會恭喜自己失敗嘅人。簡單嚟講，即係失敗可以憑努力得到改變，係學習同埋經驗累積嘅好機會。我最近鍾意咗抱石呢一項運動，啱啱接觸嘅時候，對住4米高長、好難握實嘅石頭，其實我係好抗拒嘗試嘅，覺得跌落嚟好危險，覺得自己冇力，覺得爬唔完條路線好瘀，喺側邊發呆好耐先肯試抱一次。但之後發現，就算再大隻嘅人都唔會喺第一次就知道邊嚿石會跣手啲，幾時應該調整姿態。而就算體型瘦削，經驗多咗，最終都可以抵達終點。同場都有無數人同我一齊失敗，失敗咗唔緊要，好好感受挫敗引起嘅情緒，吸收經驗，研究路線同埋技巧，再努力咁爬上去。亦都多得自己冇喺頭幾次失敗就揾藉口離場，只有留得夠耐，先發現失敗係幾咁平常嘅事。其實好多其他事都一樣，失敗係好正常，只係我哋睇唔到其他一樣經歷失敗嘅人，就以為自己係唯一孤單嘅 loser。睇到失敗嘅正常，明白能力係可以透過練習慢慢進步，喺挫敗裏面先可以復原，重新出發。人同人之間嘅連結係幫助培養復原力嘅重要元素。睇過節目調教你 Mirror， 再次深深咁感受到連結嘅重要性。每個人人生中要面對嘅難關都唔同，但係情緒係共通嘅。挫敗、難過、焦慮、憤怒、痛苦，都係每個人會有嘅情緒，連結起唔同人。經歷緊呢一啲嘅自己，一啲都唔孤單。當你肯去表達情緒、想法，真愛你嘅人就會嚟到你身邊，俾空間你釋放，陪你一齊面對。相反，亦都係一樣。我最近上咗一個藝術治療嘅工作坊，6堂裏面體驗過唔同嘅治療方法，逐步去釋放情緒。其中一個環節甚至令到我爆喊，但係我唔係唯一一個。雖然我同其他同學事前係完全唔識嘅，上堂分享嘅時候亦都唔清楚大家經歷緊嘅困難，但係都唔會阻住我哋低頭專心去聽，感受大家嘅情緒。喺嗰一刻，大家嘅情緒係互通嘅，更加何況係一啲好 close 嘅人。曾經去過一個喪禮，好容易就會睇到一種近似嘅哀傷情緒喺場入面流通，將所有人連結。儀式完咗之後，我同主人家擁抱，除咗想傳達關懷同埋疼愛，嗰一刻其實對方都喺度療癒緊我嘅哀傷。我知道如果將來我經歷一樣嘅事，我哋之間嘅連結都會好似今次一樣，支撐我哋行落去。喺納粹集中營中存活嘅一位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喺佢嘅著作入面寫：你可以喺一個人身上奪走所有嘢，但係唯一冇辦法奪走嘅係呢個人嘅最終自由，佢點樣回應發生嘅事嘅自由。復原力最後一步係從創傷事件當中尋找意義。一聽咁似嗰啲老土嘅心靈雞湯嘅。苦難係你嘅人生考驗啊！失敗同埋失去呢，就係要你上生命寶貴嘅一課。呢啲咁嘅講法，但係其實呢啲講法喺尋找復原力裏面都一概否定。苦難就係苦難，存在唔係為咗要教我哋啲乜嘢。所謂嘅尋找意義，係指苦難過後，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回應，用咩方法繼續活着。有人
會被徹底打敗，沉淪喺陰影入面。而培養復原力就係為咗要俾自己願意睇到苦難帶嚟嘅情緒，理解情緒，先可以細心照顧傷口。傷口復原之後，先可以重新活一次。世界剝奪咗我哋好多選擇，唯獨我哋回應世界嘅方法係冇辦法被奪走嘅自由。看見自己，覺察自己，照顧好自己，先可以重新開始。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啊！準備呢條片嘅時候，又重新睇咗一次呢一本書，仍然都覺得有好多有用嘅資訊同埋引起共鳴嘅事例，係一本會一睇再睇嘅書。除咗以上所講嘅重點，作者會用顯淺嘅方法教我哋點樣處理各種常見嘅負面情緒，例如係抱怨、孤獨、內疚咁樣，好推薦大家去睇下。今日分享嘅內容好長，多謝你睇到最尾，我哋下次再見啦。